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那现在还有什么花呢？这一个呢是文心兰系列哈，小型的文心兰。这种文心兰呢很多种颜色哈。其实在秋冬的时候，这种文心兰都会慢慢的出现。你会发现，在市场上常常看得到这种很漂亮的文心兰。现在满满的都是花哈，过一阵子它就会打开了。这个是白花。黄心吧，哈，中间是黄心的颜色，哈，所以你看一下它是黄心白色的。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颜色，哈，这种小型的文心兰在这几年其实是蛮多种特殊的色彩的，哈，因为这个色彩很漂亮，哈，不同的颜色，开花开得很漂亮，所以很喜气啦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花型就是很喜气的感觉，所以就是一个蛮热门的品种，哈。那现在都满满的花苞，大概再过1-2个礼拜就会开始打开了，哈。那这一种品种呢，它的花呢都是小小的哈，你看都是小小的哈，但是开很多，也就是这种型的特色哈。这种迷你型的文心兰，其实以前我还蛮喜欢的，就种一些来玩哈。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，其实有时候在那个市场的大卖场也可以看到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有什么呢？其实还有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石斛兰哈。扁扁的，你们看它是扁扁的石斛兰，对不对哈？扁石斛系列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品系哈。看外表看不出来哈，它们的外表呢不开花的时候都是扁扁的，那有些呢花完全长不一样哈。这种小型的扁石斛跟大型的扁石斛，像这一颗是大型的扁石斛哈，它的颜色呢是黄色的颜色。那也有看过那种小型的扁石斛，它的颜色是红色的，鲜红色的，完全颜色就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这一类型的兰花呢，差异性非常的大哦哈。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类似，但是它有时候花完全就是不一样哈。那扁石斛呢，喜欢一样，只要是石斛兰就是喜欢日照哈。所以你要有强一点的日照，或者是足够的日照，它才比较容易长得比较好一些些哈。那这种扁扁的石斛兰呢，有大有小，像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个体，那小的个体呢很小哦，然后个体大概只有它的一半不到。你可以看它的花呢，大部分都开在旧茎上哈，那少部分新的茎的枝条的末端也会开哈，你可以看它都开在旧茎上，就是这个旧枝条的上面哈，从顶端的地方开出来哈。那这一颗呢是黄色的哈，外面我记得有其他的颜色的个体哈，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希望收这种兰花的话，可以去找一找哈，这个是蛮特别的兰花的品种之一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呢是交配种的，他们把它称为花蝴蝶兰，不过其实它就是一个交配种的，你可以说它是万代兰，也可以说它是狐狸尾哈。因为我记得这一颗好像是异属杂交哈，好像不同属交出来的哈。那出来的颜色呢，非常的艳丽哈，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特别。玩这种很特殊的属的杂交其实不多哈，因为失败的机会非常的高哈，毕竟它是不同属的品种。同样一属内的这种，如果是它是同一属里面的兰花的品种，其实比较多人会去做交配哈，但是异属的就比较少一些哈。所以呢，这一颗其实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颗狐狸尾哈，不过记得它好像是异属杂交，就是不同属去做交配形态出来的哈。你可以看它花还蛮特别的哈，就是它的颜色是白底红心哈。那这种交配型的个体哈，真的是赌运气啊，有可能整批都开得不好看哈。那像这个有时候开了一颗比较好看，然后他们就再拿去做切片啊，大量的繁殖哈。那不然呢，你会发现市场上它出来有时候它有时候也会有一批同时出来，那有时候真的是长得不是那么好看哈。这个好像是潮蛇兰去交狐狸尾，好像是哈。那你看哦，它颜色很漂亮哈，白花的底。红色的心哈，那这一类型的就是都是异属杂交的哈，所以会产生很特殊的花色。那当然价格可能也比较贵啦哈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就是很少哈，成功率很少，所以它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育种哈，所以价格通常都会比较贵哈，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你想嘛，它如果是出来都不好看，它就整批都销毁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兰花。现在其实兰花蛮多的哈。好，这个呢是小小的、很可爱的冷门的品种哈，也是豆兰的品种之一哈。这个真的非常冷门哈。豆兰系列呢，是冷门的品系。那其实有一阵子哈，
非常有趣哈，就是有一阵子我在找这一颗哈。那为什么会找这一颗呢？其实呢，这个呢，我们称为，你看这小小的，它的叶子是2个，对不对哈？如果在很多的像我们台湾很多的原生种的豆兰，它的上面那个叶子是1个哈，不过这个是2个的哈。那豆兰分了很多的地方哈，其实豆兰分布非常的广哈，有些兰花像是蝴蝶兰类的只分布在亚洲地区。那其他的兰花像是一些卡托利亚系列只分布在北美地区哈，那石斛兰也只有在亚洲地区哈，但是豆兰呢这一类型的兰花呢，其实在亚洲地区、在非洲地区都有哈，那所以呢它的分布相对而言广泛很多哈，那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豆兰是全兰科中最大的一个属哈，就是豆兰这一属哈，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族群，里头有非常多的品系哈。好，那这一颗呢是一颗我们称为小蛇的豆兰哈，那这一颗是小蛇中更迷你的小蛇哈，简单的说它是特殊个体哈，很小颗哦哈，它就是开这个花很可爱哈。它的中间就是一个梗，然后上面一朵那个红红的那个东西哈，就是它的小花啦哈。基本上那个就是它的花哈。那所以呢，它的花呢不是在那个，不是这个梗哈，这个梗是它的连接它的花的地方哈。但是这个梗长得像一个蛇的尾巴的感觉哈，所以有人叫它小蛇或者是小响尾蛇都有人叫。那这一颗呢是特别小的个体，特别小的个体，它的个体非常的迷你哈。这个在几年前出现的，以前最早的时候有一阵子小蛇在市场上完全消失，你找都找不到哈，可能都被放在园子里面，因为销路可能不是这么的好，因为它太冷门了哈，所以呢大家就不太喜欢买它。不过我觉得小蛇开一堆的时候很漂亮，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很久之前的小蛇开很漂亮的照片哈，我就很喜欢，印象非常的深刻哈。那我改天我再找那个照片，再把它 po 到那个 YouTube 的那个 po 照片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小蛇开花开得很漂亮的时候。那我记得小蛇有红色的柄的，有绿色的柄的，像这个就是绿柄型的哈。那除了这个小蛇之外呢，小蛇是分布在非洲的豆兰哈，比较特别。那还有非洲还有像中蛇、大蛇哈，就是比较大的个体啊，一样是拉了像响尾蛇一样的尾巴哈，所以它的个体很特别，它的族群很特别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兰花哈。但是呢，就是比较冷门哈。这个兰花的中比较冷门的很多啦哈，因为市场上比较热门，大概就蝴蝶兰、石斛兰、卡托利亚这一类，其他都比较算是冷门一点的兰花哈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镜头下的二瓣兰哈。非常的漂亮哈，二瓣兰呢，它的色系呢真的是非常多变哈。那也有这种红色类型的兰花哈，也有紫色类型的纯哈，都有哈。那有些人会问说，它为什么它的二瓣没有香味哈？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晒那个阳光哈。通常要有紫外线，有些兰花它需要紫外线去刺激它产生那个香味哈。白天的时候，所以有些兰花到下午的时候，它的香味就会减低哈，那是紫外线降低的关系哈。所以呢，其实有些兰花呢，必须要让它晒太阳哈。那我们来看这个镜头下的二瓣兰，非常的漂亮哈，细节度非常的高哈。那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兰花的美丽的地方哈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你把它吊起来，然后用镜头去拍它，是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效果来哈。好，那基本上如果你要香呢，请把它拿去晒太阳哈，才有机会了哈。不然，其实在室内里头呢，大部分有些兰花的香味会不见哈，会不见。那这主要还是因为那个紫外线啊之类的关系哈。特别在许多的兰花，因为它是日间让昆虫所授粉的，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子哈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喽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